你这是怎么弄的呀？啊？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的时候磕的。行，那这个交给叔叔了啊，你放心啊。还有，你上过幼儿园呢是不？幼儿园阿姨教过没有？有事儿找警察。教过是吧？我就是警察，我叫罗平安。平安这词儿学过吗？这上面有我电话啊，你有什么事儿随时都可以给叔叔打电话，知道吗？再有，出门之后告诉你妈妈，有事儿千万找警察。谢谢我平安叔叔。好孩子，拿住了啊。去吧，快回去。呵，你这记得真详细。向我学习。写完呢，没写完。看看看看，这罗警官本上记的呀，什么都有，就差把咱这居民血型给写上了。这上面写的全是每户人家遇到的事情，还有没解决的问题。是啊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别看了别看了啊！我师傅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了，我帮他分担分担。你拿本记多慢啊，拿手机一拍不就？哎，对呀，拿手机拍，拍多快啊！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呢？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啊？我们向您学习学业务。对，鬼鬼祟祟的你。是吧？哎，您回来的正好，有件正事跟您说啊。怎么着？您呀，赶紧把假请了。这所里安排的体检，您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啊，赶紧。没事查他干嘛呀？没病也查出病来了。没跟您开玩笑啊，赶紧。行，忙完再说，忙完再说。你看，得放抽屉，你准忘，放这儿了啊，不能忘了啊。行行，知道知道。师傅，这大夫说了，您这心电图指标不正常，建议您住院做个造影系统检查一下。有那么邪乎吗？所里这么多事儿，谁忙得过来呀？忙不过来，咱也得谨遵医嘱啊，这是人大夫的建议。再说您也该休息休息，好好调养调养身体了。您这天天蹲所里吃泡面，生活品质还不如号里的那些人呢。他这玩意儿准吗？不能什么都听大夫的。我的身体我自个儿清楚，人不能闲着，一闲着更完。我告诉你，再说，咱是什么呀？咱是社区居民的保护神啊！保护神都住院了，居民怎么办啊？这地球离开谁不转？您把自己说的也忒个人英雄主义了吧？要都像我这么个人英雄主义的话，天下不就太平了吗？这盛世如你所愿，交费。不是师傅，真说不过你。师傅，要不咱就听大夫，咱检查一下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行，我不跟大夫说，痛2天，大夫也没说话，对不对？不是你根本没有那我帮您办不完了。小乔吧？平安叔叔。哎，老警官，找我吗？不是，没事，我就是看病路过这儿，看见你们这俩了。小辉啊，你还记得叔叔呢？那我问你，你上次给我钥匙的时候，叔叔跟你说过一句话，让你说给妈妈听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说一遍给我听听。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。叔叔，快救救妈妈！我妈妈快被爸爸打死了。搬走，我知道，但是爸爸还是能找到我们。叔叔，我好害怕。你怕什么呀，孩子？不用怕呀，警察叔叔在这儿，你怕什么呀？啊，不怕孩子。来，你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淘淘。淘淘是吧？叔叔送你个好玩意儿，好吗？叔叔在那边小卖部啊，看见一特好的一好玩意儿，我让这个叔叔带去买给你，好吗？梦姐，带小朋友去把那玩具买过来，快点。好啊，不用看妈妈，没事，妈妈会同意的。去吧，淘淘。梦姐，给孩子买个礼物。妈妈在这儿等你啊，淘淘。带你去买玩具好了，等你走。
孩子不说瞎话。您这情况，应该是家暴，没错吧？怎么不报警呢？家暴这种事儿，要么0次，要么无数次。如果您信任我啊，您可以跟我说一说。当然，咱们这不是在所里，报不报案，这个主动权在您。但我是觉着什么事儿，咱得为孩子着想啊，是不是？孩子嘛，还是应该在一个相对健康、良好的一个环境里成长，对吗？是啊，有什么事您说，啊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啊。我是个主播，我跟大山是在我直播的时候认识的。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。后来大概是生下淘淘的第2年吧，生下第2年之后，我发现他还有一个家庭，然后我就跟他提离婚。但是我每次只要一提离婚，他就打我，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打我。后来有一次，他还就抓着我，抓着我，然后把我像个垃圾一样，就甩在我女儿面前。他还拿脚踩我的脸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，你就算打死我，我也要跟你离婚。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。您冷静，冷静啊，冷静。您看这个事儿就是这样，这事就是您一再忍让造成的呀。他就是拿死了您这个心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伤害你。你以为这种人能改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建议您还是考虑报警，对吧？这个事是有人管的呀，还没王法了。而且你像这种情况下，这孩子怎么弄啊？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见淘淘的时候啊，他是在那个警务站门口，我以为他迷路了，我就问他，结果他也不说。你说他在想什么？我认为他当时内心这孩子就是想通过警察来保护他的妈妈。你看那小子，他什么他都懂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是孩子在一个不该承受这么大事儿的情况下，他承受了，这是咱们大人的责任，您知道吗？咱每个人是有权利的，不能这么任由人践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真的建议您妥善的考虑这问题，一切都还不算太晚。啊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是吧？好玩吧？谢谢叔叔没有？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谢谢乐平安叔叔。哎，淘淘真乖啊！淘淘一直想着保护妈妈，对吧？好孩子，啊。所以说还是得为孩子想，对吧？我相信您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啊，淘淘，记得叔叔跟你说过那句话吗？再说一遍我听听。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。对，记住，有困难找警察。哎，王姐，小乔这直播关注一下。哎，冷了吗？冷了。哎，安子，哎呦，接到你的电话呀，我马上就赶过来。我这东西还没收拾利落呢。你看您这真是归心似箭，挺好挺好，做自个儿事儿挺好，踏实是吧？冷冷，我跟您说一下啊，这个锁芯啊，它上个租户他给换了，这您先用着，过2天我给您换一新的，就咱自己的了啊。哦，那还得麻烦你啊。什么话不麻烦？安，那回家真好。不像了，不高兴，不像啊！这不是回去了吗？来来来，坐下，走走走。哎，行了，咱们床给您换回来了啊。哎呀，
弄好了啊哎，你看他们这鱼也给我留下了，真好。是。哎，对，安子，我接一电话，说呢，我呢要卖房子，过2天中介要来带着看房子，哪家中介啊？就是你带我去的那家姓谢那个人。他卖房怎么卖您这儿来了？他弄错了吧他？对，我也觉得呀。我说我前一段房子是出租了，但是我现在收回来，我要自己住，我不卖呀。没事，回头我问问他。哎，啊，没事啊，您慢慢拾掇拾掇吧。行他这家就挺新的，他这个。哎，就这床啊，还是睡自己的舒服。哎，我给你泡杯茶。不弄了，您待着啊。哎，好啊，忙着呢。那成，那你去忙。儿子，委托授权书，委托我们独家代理他这房子，冷大妈的亲笔签字，白纸黑字儿。你这授权书是授权书，可是她一老太太，她哪儿懂什么授权不授权啊？谁糊弄她让她签，她就签了。她哪知道人家惦记她房子呀？安子，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天真啊？你说老太太的这个侄儿冷军那小子，他不垫老太太房子，他垫什么呀？垫给老太太养老送终啊！他心里面天天盼着老太太赶紧嗝屁。我劝你啊，这事儿你甭管。这么大社区，几千号人，这些事儿你管得过来吗？累死你！甭累死。再说你这授权书也不灵啊，你这个，你这连公证都没有，这算什么呀？这个这事儿你甭管，冷军自己去处理。老太太这么大岁数，老眼昏花，非常好糊弄。我跟你说呀，安子，片警本来就很难出工作上的成绩，你说你还天天揽这些说不清的这点家务事儿，最后呢，你落了什么呀？除了得了一身病，你还有什么？你甭说我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先说你2句吧。挣俩钱您得守得住，甭跟您那帮狐朋狗友在一块老打链的。你当我不知道你接触什么人呢？都是赌鬼，哪天扑嚓把你拽下去，全完了。行了，说这个我先带回去了。安子，你要是这么聊，我也跟你换个聊法。罗警官，这个委托授权书是冷军委托我们的，所以它是有法律效力的。如果现在收回，这叫违约。即便是他要取回，应该是冷军跟我们提这个事儿。你甭说咱俩是发小，就是个陌生人来跟我聊这个事儿，他能这么聊吗？不是，你是真打算这么办是吗？真打算这么办？老太太心脏病快犯了，你没瞧见？买房卖房，心理落差跟过山车是一样的。得心脏病的多了去了，管得过来吗？安子，喝茶。您甭客气。咱我问你啊，您是不是给您侄子冷军签过一份授权书啊？签过。他说呢，想让租户早点搬走啊，我得授权，我不着急搬回来嘛，我就签了。怎么了？妈妈，可能里边呀有些条款您没看清楚。他现在拿着这授权书，他要卖这房。啊？当初签的时候，我是没看那里边的内容，卖房。哎，哟，安子，就我搬回来的时候啊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把房本我放这儿了，现在没有了。冷军，哎呦，我打电话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别着急。哎，我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儿。您好，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。安子，关机了。冷军他跑了。妈妈，我来帮你。不用，妈妈可以的，淘淘啊。妈妈，我们还要搬家吗？淘淘，妈妈对不起你。
让你一直跟着妈妈到处搬家，真的特别不好意思，淘淘。妈妈，你别难过。妈妈没有难过，但是淘淘，你答应妈妈，不能再跟任何人说我们在哪儿了，好吗？不然我们又要搬家了，好吗？嗯。好，去吧，早点去吧。谁呀？大妈，我。哎，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大妈，你们怎么又来了呀？干什么？没事，大妈，干什么这是？大妈，我们今天啊，就是来您这儿拍点照片，拍完之后往那网上一挂，如果要有客户看上，马上咱就能签合同。这什么客户，什么合同啊？哎，这是我们家。哎，大妈，干什么呀？别拍了，别拍！这是我们家，你们干什么呀？这是。大妈，哎，不是，你们大妈，拍什么呀？大妈，您听我说，您现在的心情我特理解。老房子咱不舍得卖，对吧？但是咱这个委托合同咱都已经签了，您不能这会儿后悔吧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啊！你们赶紧走！哎，行了，别拍了，大妈，不是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您和您侄儿去商量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是卖房的，您家那家事，您说我们是不是也不好掺和？你什么都别跟我说啊！赶紧走，咱们走，我报警了啊！报什么警？差不多了吧？来，咱们撤啊！我真报警了，你们赶紧！大妈，您甭报警，咱就卖个房子，报什么警啊？我们撤了啊，走吧，差不多了吧？啊，赶紧走！大妈，就您这房子，咱放到好位置上，非常好卖，您放心啊，交给我们，就这，不打扰您休息啊，回见，大妈。卖什么卖呀？谁说我要卖房子了？安子，哎，我来了。哎，冷子妈，您好，同志，来，坐，咱把情况说一下啊。不，是这样啊，您自己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，确实很浪费，是吧？而且也不安全呀。我是为您好，您在我那儿颐养天年多好啊，我们俩还能给您养老送终，是吧？忘了2年前您在那屋自己摔那一跤，没人守着，您能行吗？是。我要不是因为摔了那一跤，我也不会跟着你去你们家住。冷军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死在自己的家里，我也绝不会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了啊！这说的，我那房本呢？你把它拿出来。罗警官坐在这儿，你别给我犯浑。房本呢？冷子妈，行，别着急啊。冷军同志，是这样啊，咱们做人办事，还是以老实、诚实为主。冷大妈呢，很多次向我明确表达，她这房不卖，是不卖。所以说您这授权书啊，也没什么用，不作数了啊。因为您这个行为是有明显的诱使老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，是有这嫌疑的。我说清楚了吗？警官同志，是这样啊。我那授权书白纸黑字在那儿摆着呢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您说不作数就不作数了？这不是我说的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，因重大误会订立的，明显有失公平的一方，或者使用威胁、胁迫的手段，或者叫乘人之危，使对方明确感觉到受到威胁的。有违意愿的这种行为，当事人一方是有权向法院提出撤销或者更改，这是法律。您这个行为，您自己掂量。你把这些该归的归一下类，然后肖老板一下系统。哎呦，安子，
今儿别穿制服，专门来跟我叙旧。甭叙旧，说眼前的了。我正式通知您啊，冷大妈那房不卖了，把授权书给我。安子，我发现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搅和我买卖，没搅和你买卖。老太太就这么一处房，孤寡老人卖怎么办啊？真准备这么办是吗？老谢，人可都有老那天，什么事他都有底线，对不对？你小子平静啊！冷军这小子不是个东西，冷大妈是被他给糊弄了。不做这单，我心里清静，对不对啊？走吧。授权书给你啊！哎，这里还能发财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么办就哎。嗨，家人们，好久不见啦！最近呢，我因为处理一些家里的事情，所以很久都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了。很多人应该都没有看过我生活中的样子吧？今天呢，我不是来跟大家做才艺展示的，以后我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。咋了这是？不知道啊。其实，在今天之前，我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赚钱。曾经我以为我只要赚够了钱，然后忍一忍，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。可是后来发现，生活给了我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但是没关系，我并不埋怨生活，我反而非常感谢这些经历，因为这些经历让我知道，人是不能怀揣着侥幸的心理的。因为如果你怀揣着侥幸的心理呢，其实你并没有办法去换取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。真的假的？这真不是个玩意儿。妈妈，我做噩梦，我害怕。淘淘，不怕，妈妈在这儿呢。你先去睡，妈妈一会儿就来啊。来，走。这是他女儿吗？都有孩子了吗？啥时候的事儿？不知道。什么时候有女儿了？我没有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。我不会再受你威胁勒索，今天我就要实名举报你。家人们，麻烦大家帮我录个屏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快来！什么？家暴，它真的只有0次和10000次。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打破了你自己的底线，你就可以换来对方的醒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换来的只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本加厉。我乔小丽实名举报李金山，对我长期实行家暴，而且他犯了重婚罪、性勒索、威胁勒索。我给大家看照片，早就该举报他了。这渣男，什么人啊？太过分了，这些都是我自己每次被打完了以后受伤了的照片。这一次直播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出现，就是因为我被他打进了医院。我这里有医院的诊断说明，这是6月份的，这是7月份的，真不是该去。是。我为什么不报警？是因为他恐吓我，他拿裸照恐吓我。我手里还有他的聊天记录，大家看，这是他说的，
如果我报警的话，他就要把裸照发出去。啊，对。怎么办？咱报警吧！报警吧！喂，师傅，小乔出事了，我先赶去他们的酒店，地址我发你。他妈疼不疼啊你？你他妈带着孩子找谁呀你啊？躲着我是不是？啊！天天他妈直播跳舞，你他妈给谁看呢你？啊！哎呀！师傅，快点，快点，别动！哎呀！别动！给我老实点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罗警官，别送了，谢谢您啊。哎，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啊。那今后你们娘俩这有什么打算吗？长远的没想好干嘛，但就是，我想带他去旅游一趟，最起码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是很美的嘛。对对对，挺好挺好啊，玩一玩是吧？到处看看，啊，是不是啊？换换心情，开始新的生活啊，是不是？主播的事情我还是想要继续做的，但是我会去努力提升我自己的能力，到时候可以做个带货主播或者旅游主播什么的。钱挣的多少不重要，就是可以养活我们俩就可以了。我们很佩服您，真的，一个人带着一孩子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谢谢你，罗警官，你救了我们。哪儿的话，这叫什么呀？天助自助者。我们真的由衷的钦佩您的勇气，也祝你们娘俩今后一切都顺利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别安叔叔。哎，那跟叔叔再见了，我们走了。叔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忘记送一下啊，他会送你回去啊。谢谢。走啦。淘淘，还记得叔叔跟你说过的话吗？有困难找警察，永远有效。冷子爸，房本我给您要回来了，您放心，冷军不会再找您麻烦了。我呢也劝您两句啊，亲戚毕竟是亲戚，对吧？可能这回也是，有点利益熏心了啊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大妈听你。哎，那个安子啊，我这一辈子呀，就这么一套房子，这房本呢搁在我那儿，我也不踏实。
我呀，还是放在你这儿保管。不是，大妈，您放我这儿，这还有呢。哎，安子，这呢是我当年的嫁妆，这个我也留给你。哎呦，大妈，您这是说什么呢？您这哪使得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大妈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这是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啊！您把它交我，您折我寿的呢，您这哪成这？它就是因为贵重，我才留给你呀。拿着。不行，大妈，哎呀，这呢，我本来就是想留给儿子娶媳妇用的，现在用不着了。不去，大妈。等您儿子回国，您娶儿媳妇的时候，您亲手交给您儿媳妇，这多好！这个啊，回不来了。他已经不在了。我一直，我不愿意想起这个事实。安子，我现在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大妈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听我说啊，这2样您必须拿回去。可有一条，您完全可以拿我当您的亲生儿子，好吗？安子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是不是？哎，跑！哎呦！别！不行了，换人！哎，喝水！静会儿，没事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您这不成，师傅，15分钟就下来了，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哎呦，麻烦，还是年轻好，怎么说都是年轻好，是吧？我这都跟您工作10几年了，都从刚毕业的小伙子，现在都不惑之年了。哎呦，加油！别站着嘿！老头不行，你也不行，跑起来！您说您这辈子守着这1亩3分地儿，您说你自己是这片的守护神，真是一点不为过，打心眼里敬重您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今儿你煽什么情啊？没事。平时不是工作忙吗？还总惹您生气，也没时间跟您说说心里话。我这过几年啊，眼瞧着就退了，以后这守一方安宁这大事，说心里话，就靠你们年轻的了，老了不成了。哎呀，干了大半辈子工作，欠自个儿的不少啊，欠家人的其实更多。我现在就那小心思，你知什么嘛呀？弄一房车，2手的就行，2手就行啊，弄得干干净净、立立正正的，带上吃的、喝的，是吧？老婆、孩子、老人一大家子往车上一拉，不着急，慢慢溜达，走哪儿看哪儿。哎，看看山，看看水，傍晚就着夕阳，一家子人一做饭，嘿，讲究没？到时候我陪您一起去。对，你还执勤呢你？你自己美不在我美。哎，不错！
小陆总。你好啊，罗警官。哎，您稍等啊，您先挂了，我马上给您拨过去啊。哎。罗警官。哎呦，您好。我这呀一接您电话，我这心里啊特感慨，就给您播一视频。耽误您功夫啊！您看看，嘿，您看这是哪儿？熟悉吗？你再听这个，看见没有？哎，陆总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我没忽悠您吧？对不对？您看您现在这个啊，看看山，看看水，多好的日子呀！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以前的事儿好像还在眼前呢。打心眼里感谢您。嘿，什么话呀？感谢日子，对不对啊？这么好的生活，咱们都得好好的生活，好好过日子。没错，咱得感恩生活。哦，对了，您说的那个旅游的事儿啊，我给您安排好了。到时候您带着夫人、孩子、老人一块儿好好放松放松。咱不能天天守望天空，也得感受一下祖国大好河山，是不是？是。一会儿呢，我把这些时间呀、地点的安排，我给您发过去。得嘞，给您添麻烦啊！嗨，我这不是外行吗？头一次带着家里人出去旅游，这不都想大伙儿都开开心心、高高兴兴的，是不是？给您添麻烦啊！哎，可有2样啊。第一，咱不犯纪律；第二，不能说私人往里搭钱，咱不是为讨便宜啊。您放100个心吧，我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。我要是真那样，反倒影响了您的心情，得不偿失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就这么着，给您添麻烦了啊！好嘞，谢谢您的费心。哎，旅游回来我给您带好吃的啊！得嘞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不耽误您功夫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建超，王副总，你赶紧去局里把学习文件拿回来，下午还要用呢。好，马上去。张，社区的那个诈骗案结案了吗？正在收尾。行，抓紧啊！姑娘，我比你爸爸小不了几岁，你应该管我叫叔。人过日子嘛，对不对？有顺他就有逆。来，你跟着我做，来，姑娘，来，深呼吸啊，吸进去。汪叔叔，奶奶嘱咐你慢点开，安全第一。好，叮嘱得好，安全第一，啊！行啦，你快过来吧。哎，别影响叔叔开车啊。好了，注意安全。
不跟你说过吗？这再过几年啊，我这也该退了。这守一方安宁的大事儿啊，还真得交给你们年轻人了都。工作大半辈子呀，欠自己的不少吧，欠家人的更多呀。我就老琢磨着，哎，这小心愿啊，把家人往车上一搁，走哪儿算哪儿，慢慢悠悠的，看看山，看看海，嘿，想想就美。谁听得花落的声息？谁挽留还带走沙砾？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？去远听晴天的雷鸣，一环的长路的清醒。毕竟这一生本就不为被世界留名，平凡也不行。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，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，默默点燃自己。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，要忘记我的名。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，哪怕不被铭记，来了又去。呼喊的孤独里，拼尽全力无尽喘息，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，默默点燃自己。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，要忘记我的名。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，哪怕不被铭记，